拉斯维加斯这一个举世闻名的地方啊，它也可以说是全世界赌场的代名词啊。从这个沙漠当中的绿洲啊，凸显出来整个拉斯维加斯的氛围。拉斯维加斯很多人来讲，去拉斯维加斯不可错过的10件事情，超过了50万人居住在拉斯维加斯，包含了拉斯维加斯附近的居民呢，更是超过了80万人。每一年有超过30万的游客造访这一座城市。当然，你说它很多嘛，还好啦啊。但是呢，这里纸最精密的夜生活跟赌场最大的、最原始的发展地，在这边是相信也是一般大众对拉斯维加斯的初步印象。近年来，拉斯维加斯更转型，把艺术跟文化蓬勃的推展出来。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是拉斯维加斯最早发源的赌场发基地，也称为它的旧城区。来到这里，旧城区被列为哪里赌场10大最该来的一个地点，最需要来的一个地点，来看看美女喽。所以讲来讲哈，天顶飞啦，用走路的啦，坐车的啦，看你要哪一种。这里也是有名的 LED 天幕秀啊。当人们想起拉斯维加斯的时候，总是想到了这个拉斯维加斯的大街。最近旧城区呢，也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你看刚刚那个扮演玛丽莲梦露是男的啊。在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在外面跳舞呢？这些在外面跳舞的通常是老外啦啊，老外呢，个性洋派的作风，所以从小就是在这种氛围长大，他们一来听到音乐呢，就会翩然的起舞。但很多的辣妹呢不是啊，你看这归回这阿公阿嬷他们起哈，都是哈，每个游客老外真的比较大方哈。那你看看这个是假人有没有哈 ？OK 啊，然后再来呢是什么？再来是这里有很多。其实呢，是为了招揽客人呢，而由赌场派驻出来的美女啊，不管她在门口跳的 table show 啦，或者是呢，她做的这个街头艺人的表演啦，包括做了这一种像电影人物、歌手的表演啊等等的，都是为了吸引人们多观看这个老街一眼啊，这个大街一眼，多参观他们的赌场一眼啊。那天上飞的呢，这种吊手让你当空中飞人的，在这里呢，可以横跨过这整个拉斯维加斯的大街啊。你看呢，这个女生有没有？哎呦天哪啊！这个你该说什么呢？只能说呢，不能给你幸福啊，只能给你舒服，真的哈。那很好玩了，老外真的就是这样啊，非常的大方啊。1931年，从这里的第一家 Know the Club 在这边开启之后呢，开始聚集了人潮。你看这个是模仿谁啊？模仿《最后大丈夫》其中的一位男演员啊，所以他的包的尿布啊，在这里从第一家 Club 开幕之后，慢慢的吸引了投资者，建设了一间又一间的赌场。随着这个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啊，这里就变成最热闹的赌场发展区域。虽然时间年代把它推向了没落，这几年来他们又开始着手把它重新恢复啊。所以我说哈，拉斯维加斯的旧瓶新酒也可以说是我们台湾甚至很多国家引以既尽的地方啊。他们有条规的开放了博弈业啊。那再来呢，他们除了开放之后呢，把这个沙漠当中的这一块地呢，把它炒作了起来之外呢，重点是什么？这个地方原本没落了啊，他们不是用补助案，也不是呢不断的用了其他不切实际的
案，或者是拿了州政府的金钱呢，来去填补他们的损失，让他们申请补助贷款。他们不做这种蠢事啊，他们做的是什么？联合这边再把这边打造成一个会让人再来的地方，所以拉斯维加斯的旧城区也因为这样子盖上了世界上数一数二最大的一个天幕，让所有的观光客来到这边，非得去参观它一眼不可哦。所以呢，引以借鉴啊，人家的做法是这么的实际啊，这么的让人们呢可以唤起在对旧城区的回忆。现在我们呢已经走回到赌场主要大街道上面，这个街道上面呢两旁边都是非常有名的饭店，5星级饭店林立，在拉斯维加斯也是不足为奇的。所以这5星级饭店林立之外呢，这些饭店也开创了最早用秀来去吸引客人的经营模式，也衍生出后来在亚洲区域的澳门模式。超过50万的居住在拉斯维加斯的人，超过了包含附近的居民30万，加起来有80万呢。那大多数的人来到这边，不管看大卫考伯菲魔术表演秀啊，这个世界上最棒的魔术师固定在这边有秀场之外呢，也可以去看看全世界闻名于世的什么太阳剧团啊，在世界各地都有巡回的表演啊，甚至呢来到这边呢，看看这一些把欧洲建筑元素、加长礼车等等，把它放到了赌场的主要大街上来做展览啊，来做吸引观光客的做法。来到拉斯维加斯，不管你用哪一种方式，都能够在拉斯维加斯得到你要的快感啊！真的啊，这就是最大、最吸引人拉斯维加斯的重点。尤其是呢，它经营出一种欧洲没有的热闹模式，把它放在了主要的大街道上面。现在我们来看看，在这边好几年一直热情不减的火山爆发秀。金店酒店的火山爆发秀哈，也在这边好几年了。我说，现在我们常看到的澳门啊，有时候你会发现说，澳门也有很多免费的秀场可以看嘛哈。其实最早都来自于拉斯维加斯啊。怎么看到这些火山爆发秀，就会想起哈，如果抽烟没有带赖打的时候，感觉总是想去拿它的火来点一下，有没有？那现在的澳门啊。其实很多人说澳门现在已经比拉斯维加斯厉害了，当然哈，但是大家别忘了哈，拉斯维加斯大部分的赌场啊，其实都到澳门来设分公司了啦啊，那所以呢，现在在澳门，当然哈，它整体的这个营运啊，会超越过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最主要还是来自于中国人啊，因为中国人大量大举的入侵啊，到了澳门啊。带来的这个钱啊，难怪人家说中国人喜欢赌啊，喜欢玩上2把这个真不为过所以呢，你到了赌场里面，只要有中国人聚集的地方尤其是百家乐的台子，哇，我的天哪
吵的声音呢，简直就快把天花板掀了啊！所以这个风靡的中国啊，真的啊，这个以前我还不知道哈，赌性坚强啊，后来才知道呢，什么叫做龙的传人啊，很厉害哦。当然不能以偏概全了哈，说所有中国人都爱赌哦，但是应该是说比例上来讲，第一他是的啊，就像老外爱喝酒的道理是一样的啊。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当然也是因为跟他人口众多有非常大的关系哈。但相对之下，这一些拉斯维加斯、威尼斯人等等的饭店呢，最早起源其实都是从拉斯维加斯加卡西奔波啊很多人不知道，已经颠倒过来了，反而看到了澳门的那个威尼斯人会想说，奇怪，那个为什么赌场也有盖澳门的威尼斯人？不是哈，是澳门的威尼斯人是拉斯维加斯过去盖的啊，完全不一样。那当然来到这边最大的差别也就是这样啊。在拉斯维加斯，它的观光氛围气息呢，还是来得比较重啊，来得更多元化一点啊，比上这个澳门地区哈，不管是 shopping 的品牌也好啦，你所观赏的地方都好啦差一点是在这个上面啊。所以来到这边，我觉得拉斯维加斯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你看巴黎铁塔，这个巴黎铁塔原封不动的就建造了一个跟巴黎是一样的小的一号了。来拉斯维加斯还有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贝拉吉奥音乐喷泉。贝拉吉奥可以说是拉斯维加斯最棒、最免费的哦，风景名胜。我们刚刚已经看完了哈。贝拉吉奥的喷泉的魅力在于其喷泉没有办法媲美，它每隔15到30分钟就会上演一场水幕音乐灯光秀。凭借着它独特的魅力，变成了旅客心目当中最喜欢的一个景点。免费的喷泉秀，哇，免费的！来，我们车行完拉斯维加斯之后呢，接着我们前往哪边？前往早上的景点喽。我们其实来到拉斯维加斯之后，慢慢的我们车行呢就要拉回到在加州也是所有人最觉得知名的叫做 LA。洛杉矶，现在我们就一路驾车回洛杉矶，来看看洛杉矶几个当地非常著名的景点咯。有点比较严重哈，就是道路上面啊，那现在这些道路都是比较早期的道路哈，你想想看，一天有将近1000万台的车子在这个马路上跑哈，所以呢塞车很严重。那很多人现在会靠着他的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哦，譬如说搭火车上班。那搭火车从哪里搭呢？从圣地亚哥开始搭。你们现在右手边这边已经都有看到那个地板上有这个星星了，有没有？这些就是所谓的星光大道。有没有看到地上都有星星？
有的星星上面有名字、有图案的，有的星星还是空白的哈。所以呢，等着我表现好一点的时候，我也在广播界闯出一个名号，就有一天会写着。哇哦，洛杉矶啊，不管如何哈，其实在洛杉矶你就是可以感受到什么叫真正的美国电影了哈。尤其是我们现在进入到洛杉矶最主要的区块啊，包括旁边的这个中国戏院前面的星光大道，下车来看看在 LA 的星光大道跟中国戏院。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感受哈。如何去运用星光大道这个名称呢？把名人的手印、脚印用石膏模把它呢放在这个模型版型上面呢，再把这些他的手印等等呢签名，把它呢带来到一条我个人觉得平凡无奇的街道了啊。再来呢，除了这个平凡无奇的街道之外呢，再打上了各个有名的明星，放上一个星星，从此这一条我觉得平淡无奇的街道，从此以后声名大噪。这就是行销哈，懂得包装，懂得行销，创造出全世界的游客都必须来到这个地方。明明这个地方就不是一个风景点，但它却创造出不一样的感觉啊！中国戏院就是如此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注意去看一下啊，来到这边。每一个明星，你所认识甚至你没听过的很多的手印呢，就印在了地板上啊，所以我们可以很仔细的去看看呢，这一些哪一个你认识的啊。中国戏院位于美国 California 的洛杉矶的好莱坞星光大道的一家著名的影院啊，前面也就是放了这些手印。1927年来启用，奥斯卡金像奖1944年到1946年都在这个地方颁发。当然呢，换来换去，现在已经不在这边了哈。02年转到了附近的杜比剧院去举行了。那除了奥斯卡金像奖之外呢，很多好莱坞的电影首映呢，现在也都搬到了这一条星光大道来去做举行啊。除了首映，星光大道再加上这一些颁奖典礼的举办，使得怎么讲，这里就非常非常的有名了。那中国戏院更是因为最早在金像奖在这边颁发之外呢，还有包含了它门口的星光大道，再加上中国戏院它独特的造型。虽然我觉得它这个中国戏院呢盖的有一点，加入了美国元素的中国风哦，所以有一点变调了哈。但是毕竟呢，它还是非常特别的哈。那中国电子集团 TCL 集团以500万美元，在购得了中国戏院10年的冠名权之后呢，在2013年之后呢，其实这个地方这叫什么？正式改名为叫 TCL 中国剧院哈。也就是每一年奥斯卡金像奖在颁奖的地方，走吧，进来看看颁奖地哦。到了在颁奖的时候，这个地方当然它就会铺上了红地毯，让所有的明星们能够走上来，去
参加奥斯卡金像奖。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组织与颁发，在鼓励一年当中优秀电影的创作与发展的奖励活动，就是美国电影业最重要的活动，也是最受世界瞩目的电影奖之一，设有20多个不同的奖项，变成是世界历史最悠久的演艺奖励活动。这个就是奥斯卡金像奖，在1929年设立，一直都是在美国加州的洛杉矶举办。为何选在这个地方？除了电影所有的工业都在这里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气候非常非常的适合啊。在杜比剧院走出来外面之后呢，你可以看得到山上这几个斗大的好莱坞字体啊。那这几个斗大的好莱坞字体呢，是为何会树立在今时今日的山上呢？因为这最早呢是地产商在这边呢，地产商在这边呢，为了卖房子啊然后呢打上了这个好莱坞这几个字啊。那打上之后呢，是怎么样呢？从此以后变成它的地标，变成它的地标。然后这个时候呢，地标标志出来之后呢，就怎么样呢？后来呢，就丢在那边，都没有去动它。久而久之呢，年久失修，但也变成了进入到好莱坞的一个标志。之后呢，就经由这一个加州的政府呢，把它修缮，变成了现在好莱坞的标志。原本一个地产商在山上打出的名字，卖的房子呢，的一个标志，如今呢却变成了好莱坞的标志。而这旁边呢有很多大型林立、具有立体建设、带有各国元素，不管像也好、印度风格也好、埃及风格也好，设立在杜比剧院、中国剧院旁边的这个好莱坞星光大道之上。这里呢拥有各式各样具有特色的 mall， 就是这个卖场。
在来到了好莱坞的露天剧场，这个背景的露天舞台啊，好莱坞的露天剧场也是美国最大的圆形露天剧场啊。宽敞的舞台上面的这些员工，每年夏季所举办的音乐会都在这里啊。那其中包含这个什么，在美国很有名的这个 Bruno 就火星人啊等等啊，很多美国的明星常常也来到这个地方举办了他的音乐节、音乐会哈。因为这个是属于露天形式的哈，它也是属于免费进入的好莱坞博物馆。有没有在这个地方啊？这里真的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是这个背景舞台其实非常非常多著名的好莱坞的歌手都来过这个地方来办过来办过免费的露天音乐会哦。加州最大的城市在 LA。美国的洛杉矶呢，其实不管是洛杉矶也好，或者是整个美国，它可以说是一个多种民族融合的地方，尤其是洛杉矶啊，在这里很多地方能看到中国城、小日本、小韩国、小墨西哥，甚至还有伊索比亚区。在这里，明明你来到的是美国，你却可以感受到很多不同的异国风味。小墨西哥区呢，它是在洛杉矶城市的发源地啊。200多年前，西班牙人来到这儿，建筑的教堂、传统的房舍，现在在这大多都是墨西哥人在这边居住着啊。美国人很喜欢把墨西哥人叫做老墨啊。街道上会播放着墨西哥的音乐啊，商店街都是墨西哥的传统艺术品，服饰的商店，墨西哥的美食啊。我们对小墨西哥没去过，来到这边你就会知道什么是墨西哥的感觉咯。你看看在这一些一间间的小摊贩当中呢，卖的尽是墨西哥风格的饰品、围巾、包包、衣服、奇妙的头套、很特别的这个帽子啊。所以没去墨西哥来这啊，但是你说这里再往圣地亚哥去走下去，其实就接近墨西哥了啊。这里也是接近墨西哥最近的地方啊。那旁边卖的传统的服饰、衣服颜色鲜艳啊。墨西哥人在特定的节日会穿的衣服呢，在这边也会销售啊。这个就是小墨西哥区，一点都不奇怪啊。就像在世界上很多的地方都有中国城是一样的啊。而如果来到这边，你也会发现墨西哥街的饮料就跟这边的建筑一样啊，非常的鲜艳啊。还有墨西哥烤饼啊等等的，太多了啊。所以小墨西哥区让你感受一下在美国的墨西哥，总是没去，绕了这边你也可以大致上了解到墨西哥的感觉啊。这里呢也是墨西哥人跟美国政府对抗议的地方哈。其实在美国墨西哥人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在圣地亚哥到墨西哥这个交界处呢，每一年上演着什么偷渡的人跑到了从墨西哥跑到了美国来这边生活。所以有时候换个立场啊，两个国家在同一个土地上面，就因为画了一条界限，分隔了两个世界，一个民主世界，一个共产世界，一个富裕世界，一个贫穷社会啊。也因为这样子，使得墨西哥人呢大举的跨越过那一块土地，来到美国。如果换一个立场，把这中间的那条线拿掉呢，其实人们好像往往最远的距离，其实就是最近的距离。贫与穷，对吧？民主与不民主，就是那么一线之隔。但往往人们的思绪逻辑呢无法改变啊，所以往往我们会自己把自己的世界就框架了起来，把自己框限在一个区块之内啊。不管是自由民主的想法也好，或是共产主义的想法也好，
民主人讲了共产的不是，共产人讲的民主的不是，这就是人类的社会哈。所以，我常觉得，我才会讲旅游是一个没有框架的啊，因为你不会把自己局限在某一个区块，只去某一个地方啊。旅游就是让你可以踏出世界各地啊，不会为了那一条线啊。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啊，旅游过程中，也许看到那个不喜欢的人，你恨死他了啊，讲尽他的坏话啊。我觉得也没那个必要啊，因为人生真的不需要拿一条线把自己框住啊。甚至有时候游览的过程当中，你也会发现呢，有的人东西不见啊，他也不会去怪自己的记忆力不好啊。然后呢，他会怎么样啊？他不怪自己的记忆力不好，他会怪别人偷了他的东西啊。但其实有时候是没凭没据啊，弄得自己也不是很高兴啊。那有时候呢，也会发现呢，有的人做了一些妨碍大家的事情呢，他自己也不觉得自己妨碍了到大家啊，还会堂而皇之的认为他是 OK 的啊。这就是很现实的人类社会啊。现实架构之下，每一个人自私，每一个人用线框架啊，所以我才会常常讲一句话：没有穷人，如何塑造出你富人的形象啊？没有共产主义，你怎么说你是民主啊？就因为有共产主义，才能凸显你的民主；就因为有人贫穷，才能够凸显你的有钱嘛。所以人生不要因为有钱，我觉得了不起，也不要认为自己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就能够恣意妄为，这些都是不适合的。最后，我们在小墨西哥结束了我们这一趟比较特别的美西国家公园，再加上夏威夷还飞往了大岛之旅。希望这一趟的旅程能够带给大家又是另外一次不一样的美国之旅哦。